女人为什么要有钱？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。电视剧《知否》里有一个名场面，明兰出嫁后回门，祖母私下里悄悄告诉她把日子过好的秘诀。咱们做女人的，终究是要靠自己撑住，手里必须要有钱。祖母的话不知戳中了多少中年女人。年轻时，我们总觉得有情饮水饱，钱不钱的实在是无所谓。等到经历多了，才渐渐明白，这世上真正能养人的根本不是爱，而是钱。正如《女性贫困》一书中所写，无论结婚与否，女性都得独自活下去的时代已经到来。书中记录了大量真实的女性，她们因为各种原因陷入贫困，不得不一个人把生活苦苦撑下去。读完她们的故事，你就会明白，女人最重要的底气都是钱给的。一，你手里的不是钱，是保障。书里一开始就记录了由美和她妈妈的故事。由美的妈妈是个全职太太，本来丈夫对她很好，一家人生活得非常幸福。可在接连生下4个孩子后，丈夫竟突遭意外去世。婚后家里没存下什么钱，妈妈必须忍下丧夫的悲痛，马上外出工作挣钱养家。可做了10几年家庭主妇的她，一时不知如何适应社会。同时，由于要照顾孩子，用人单位担心她会随时请假甚至离职，因此没有哪个公司愿意聘用她做正式员工。无数次被拒绝后，只能去打零工。可这些工作收入微薄又极不稳定，根本不足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。幸好在社区就业机构的帮助下，妈妈找到一个电话客服的工作。然而一份工作的收入依旧有限，她不得不在下班时间起早贪黑的兼职卖保险做零工，每天疲于奔命。为了给妈妈减轻负担，还在读初中的大女儿由美早早扛起了所有家务。但她还小，做事情不够仔细，时间一长，家里不知不觉变得一片狼藉。高中毕业后，由美原本想报考牙科医院，不过考虑到学费太贵，只能放弃理想，选择了一所学费便宜的幼师学校。你们看，当一个女人没有钱时，不仅自己的生活会受到影响，还会连带着让孩子生活降级。其实，生活中像由美一家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。不管你承不承认，大多数女性在经济地位上都是低于男性的，但爱情向来不够可靠。有时，女人一旦失去另一半作为靠山，就面临着既要照顾孩子又要挣钱养家的艰难处境。这其中的艰辛，没有经历过的人真的很难体会。所以啊，女人无论何时都不能放弃靠自己多赚钱，唯有有钱，才有对生活最踏实的保障，才能让你拥有人生的主动权，而不是被动接受生活的无情碾压。2，你挣来的不是钱，是尊严。书中还讲到秦美的故事，很让人触动。40岁出头的秦美，现在是一家贸易公司的文员，虽然工作轻松，但工资低，替代性强，随时面临着被解雇的风险。秦美无奈地说，我别无选择，只能拿那些比我更惨的人来自我安慰。其实秦美读书时成绩优异，大学毕业后就成功签约了一家上市公司。可婚后，由于丈夫工作调动，无法照顾到家里，她不得不辞去了工作。然而在生完孩子后，丈夫见她身材走样，就开始对她进行精神虐待。还不是靠我养活，你这个样子不会有公司再要你。丈夫不让秦美外出工作，又不停地贬低她、羞辱她。看着还在襁褓中的孩子，
晴美一直忍气吞声，然而忍耐总有个限度。由于长期生活在丈夫的语言暴力下，她精神崩溃，最后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。幸而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，才逐渐支撑起来，毅然提出了离婚。可多年脱离职场，她只能找到一些工资低的工作。晴美的故事很像电视剧情节，可现实往往比电视剧更残酷。29岁的小倩独自带着4岁的儿子，在外面租房子住。1年前，前夫因为她没有收入，对她拳脚相加。恐惧之下，她半夜带着孩子身无分文地跑出来。没钱就四处打工，孩子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只能捡别人的旧衣服穿。尽管省吃俭用，精打细算，可每个月发工资的前几天，还是要面临挨饿的风险。有时好心的同事知道了，会主动请母子俩吃饭。虽然对方是好心，可缺钱的压力还是让小倩精神崩溃，以至于患上了社交恐惧症。俗话说，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。对女人而言，钱就是体面，是刻在骨子里的尊严。不管谁有，都不如自己有。钱在自己手里，你才能真正自己做主。手心向上的日子，只会被人随意拿捏。拥有足够的收入来源，才可以不必因为经济上的依赖而忍受他人的轻视与羞辱。3. 真正养人的不是爱，是钱。书里还讲到一个性格开朗的女子小花，她和丈夫是奉子成婚，等到婚后才发现，丈夫竟然赌博成瘾，家里的收入都被她败在老虎机上了。原以为有了孩子后男人会收敛，没想到对方根本不顾妻儿的死活，工资一到手，转身就败得精光。整个怀孕期间都是小花在养家。见男人像个扶不起的阿斗，小花决意带着孩子离开。所幸她有工作，完全能负担起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开支，钱给了她离开的底气。随着孩子渐渐长大，母子俩的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。她不仅给自己和孩子买了医疗保险，甚至还为孩子买了2份教育保险。为了能多存点钱，小花几乎不去外面吃饭，每周末买好1周的食材，晚上等孩子睡觉后便准备好第2天的饭菜。一早起来吃过早餐，把孩子送进托儿所，就带着做好的便当去上班。小花说，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存钱，最喜欢看的就是银行卡余额。对女人而言，钱就是支撑你挺直腰杆的底气。有了钱，你才不会为了讨好而妥协，才可以对不合心意的人和事大声说不。当婚姻陷入泥潭，遇到不值得的伴侣时，你才有及时止损的勇气。难怪网上会流传这样一句话，你可以缺爱，也可以缺心眼，但千万别缺钱。缺爱，你还可以自己爱自己，自己富养自己。缺心眼，哪怕像小花一样，识人不明，遇人不淑，你还可以选择放手。只要手里有钱，这世上99%的难题真的可以迎刃而解。所以啊，永远不要失去挣钱的能力，多点努力，少点矫情，抬头看路，埋头搞钱。想要什么自己买，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自己挣。永远别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钱才是一个女人最坚实的后盾。人或许会离开你，但钱只要你努力去挣，就永远不会背叛你。书中那些因各种原因陷入贫困的女性，有一个共同的心声，那就是只要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就够了。什么是普通人的生活呢？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，
早上起床能愉快地走出家门去上班，仅此而已。可即便如此普通的生活，没有钱就是奢望。人生路远，卡里的余额就是你面对生活暴击时的铠甲，它能让你在孩子生病时不用焦虑地翻遍通讯录借钱，也能让你在遭遇不公或背叛时有转身离开的底气。中年女人的通透是终于明白爱情不能当饭吃，钱却能让你有饭吃、有衣穿、有尊严地活着。最后，衷心祝愿所有女人在未来的岁月里，脸上有笑，卡里有钱，活得从容而体面。